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何伟 Peter Hessler 可能是中国人最关注的美国非虚构作家，他写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有众多的中文读者。90年代中期，他在福林师专做过2年的英语教师。2000年至2007年，他是《纽约客》杂志驻中国的记者。2019年至2021年，他和家人搬回中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期间，有学生把据说是他的言论贴到了网上，受到小粉红的攻击。而他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引发了另一种争议，认为他在颂扬中国政府。2021年，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拒绝跟何伟续约，他和家人搬回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居住。这周，何伟的新书《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在美国出版，我暂且翻译成《另一些河流：中式教育》。这本书讲述了2个世代眼中的中国和对中国未来的2种期盼。在书的开头，何伟写到了自己的一个疑惑，同时也是困扰很多中国人、中国问题专家和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经历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而政治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呢？他说，在四川的那2年，他发现自己不停地感慨，一切都没有变，一切又都变了。在这期播客里，何伟讲述了他为什么称他的2代学生为改革一代和习近平一代，他为什么说竞争是改革一代的信仰，为什么称习近平一代为老灵魂，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制度没有过多幻想，他如何看待对他疫情报道的批评，年轻人能否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人有没有争取自由的意愿。何伟你好，你在书中写了很多你教过的2代学生的不同，你称他们为改革一代和习近平一代。2019年，你第一次见到你在四川大学的学生的时候，他们和你1996年在辅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外表上有哪些不同呢？90年代，我那时候是在福林你知道是一个小地方，他们那时候是在四川省，和我的学生都是农村，我觉得90%以上是农村来的。和90年代中国的农村还是比较穷的，所以一般的我的学生他们是从偏僻的也是穷的地方来的，他们的家庭都没有什么教育的，比方说他们有好多他们的父母是文盲的，但是他们也可以说他们的外表是比较独特的他那时候比方说我在川大的，我是2019年去川大的，他们那时候我也是给学生看我97年跟我的福林的学生的拍一个照片，我们那时候你可以看我的个子上好高的，因为我福林的学生他们的个子都比较矮。你是多高呢？你是1.7米几是吧？我1.75米，所以上我不算高啊。但是你看这个照片，我川大的学生他们都笑了，因为看起来我是好高的一个人。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这个福林的学生个子不高啊，这是一个全中国的一个变化。比方说可以说在这个2020年，在一个英国的这个医学期刊叫 The Lancet。他们做了一个医学研究，1985年到2020年的200多个国家了。他们说这个男孩身高增长了最多的是中国，和女孩可能中国是第3个增长的最多的。比如说这个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是19岁的男孩了，他的身高增长了可能是9厘米的。所以这个区别是很大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因为这个营养改善了所以他们因为90年代有好多学生他们很少吃肉。我好多年之后，可能过了20年之后，有一个学生给我写信，他说我不好意思，我很抱歉，因为我在你的学生的时候，我学习不好啊。我也是经常我们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我睡觉了。我也是记得这个学生不是好的学生，但是他说他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只是每一天我吃了2次，我吃的不够了，所以对，他是总是饿着肚子是吧？对，所以当然对他的心理对他的学习的有影响。所以他们那时候可以说是农村的比较穷的，
在川大的大多数的男孩他们的个子比我高，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女孩个子比我高的，真的，所以对他们都是城里长大的。他们也是吃的比较好啊，所以他们的身体比较好。所以你可以看，有很多人说中国的这个生活水平有提高了，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看这样的外表的这个变化，你可以承认这是什么样的变化。那还有其他的变化，比如说这个90年代，一般的我的学生，福林学生，他们的衣服不多啊，所以可能他们都是这个男孩都穿这个西装这个外套，有的时候在一个学期他们不要换，因为没有其他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就是 Roger 他带了这个蓝色的西装了 ，Willie 他带了这个黑色的西装了，但是当然在穿搭的还有一个人他老穿的是一个球衣，对不对？对，就是一个 jersey 对吧？对，他因为他那时候是这个公牛队的这个芝加哥的，因为90年代都是乔丹的一个年代的，对，所以什么中国的男孩都喜欢他。对，但是川大的学生他们穿的就是你写的也是很有意思，你在书里面写，就说他们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们穿的很一般，对，没有什么比较保守，你可以说比较保守的，比如说他们不要什么太有特色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理论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庭都是比较新的到这个中等阶级的，所以可能我觉得下一个一代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时候在美国在50年代，美国在50年代也是这样的，他们那时候穿的都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以后呢，60年代、70年代的美国人，他们穿的比较有特色，要表示他们自己的这个超短裙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出来了。对，但是中国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在穿搭不是这样，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有区别的。对，你在书里面还对比了你这2代学生的英文名字。我其实是我比你的那个福林的学生可能大1、2岁，我是89年上大学的，也是英文系。我特别喜欢就是你写你那个那些福林的学生的名字，然后还有你后来又对比了一下你川大学生的名字，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不同？就是你更喜欢哪一代的这个名字呢？对，这是比较有特色，因为中国的这个英文名字有特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多数的中国的学生他们是自己选名字的，比如说我外国人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上这个和平队的时候，我去中国之前我没有学过汉语，我就对中国名字都不懂了，我也是没有看了好多这个中国的电影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所以如果你是问我你要选一个中国的名字，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给我们的，所以我的中文名字是何伟，这不是我自己选的，他们给我的是第一天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名字的，所以在四川他们说何伟，在他们的方言，这个是不是何伟，他们是说何伟的，可这是何伟，何伟，因为这个第3声变成第4声的，对，但是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是一个老百姓的名字了。没有很大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在涪陵四川，我们有3个叫何伟的，有一个工人，真的，对，真的还有一个老师的，他也叫何伟的，他有一个小孩女孩，有的时候我是看这个小孩在校园，我是问他你爸他叫啥子名字？他说他叫何伟，说我是何伟，我是你爸。但是你不是我爸，你是美国的，你是美国对，我是开玩笑的，所以但是中国的英文名字是他们自己选的，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意见，这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在涪陵的学生，他们那时候都是从偏僻的地方来的，比较孤立的，好小村子，但是他们在小村子里面已经开始学习英语了。已经开始读英语书啊，看英语电影的，就他们开始有一些意见。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的英文名字叫 Yellow， 就是因为他姓黄，所以他选了这个英文名字 Yellow。还有一个叫 House， 就是房子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这个房子，但他们还有一个室友，他英文名字叫 Lazy。在第一天上课，我问他你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是个懒，因为 because I'm very lazy， 因为我好懒了，我不太喜欢打篮球，对，我是个懒人，我不太喜欢打篮球啊，做什么事情，我喜欢睡觉了，所以他的名字叫 lazy。还有一个学生叫马克思的，
还有我们那时候的这个颁奖叫North， 对，北边的意思，北边，因为他选的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北边是北京的，是政府。他也选了，因为他读了在一边历史书啊，18世纪有一个英国的这个首相叫 North 所以他选这个名字是这个原因。对，但实际上这个首相不是太好的首相，因为就是美国革命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是比较有意思，因为他们的名字也可以说是表达他们自己的个性了。可以说对，那你川大的学生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名字是特别保守的，我觉得也是保守的美国的这个中等阶级的这些，比如说就很乏味是吧？对，特别是我年轻时候，比如说我在美国的这个小学、初中的时候，有好多学生叫 Brian， 比方说他们现在在美国小孩叫 Brian 不多啊，但是我们80年代都比较多啊。我在川大也有一些叫 Brian 的学生，还有 Agnes、Florence、David、Charles、Steve、Peter、Brian， 所以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就是美国中等阶级的名字，所以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可能我觉得对，你说这个90年代的学生和这个川大的学生相比，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了。因为这个90年代他们那时候是好偏僻的，他们对这个外边的这个世界不太了解的，所以他们选的名字是比较宽的，比较有特色的。但是我觉得川大的学生他们比较了解美国的文化。他们选的名字是很小心选的。对，我因为上的也是英文系，我们当时也有同学，就是我特别能够体会。我们有个同学叫 Dollar 美元，还有一个同学叫 Northern Star 北极星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也特别好的，这些名字我觉得太好了，好玩，对，就是好玩的那个然后反正我觉得我就是看你这一部分，我觉得非常的有感想。我们也有一个班长叫 Mo， 他名字叫 Mo。因为我们在第2年在福林有一些学生，他们觉得我们有名字，但是我们需要姓，因为有一个学生他叫 Willie， 他觉得我叫 Willie Foster， 然后他开始写，然后他变成 William Jefferson Foster， 有好长一个名字的，还有一个 George Baker Frost，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这个来历是什么，但是这个班长叫 Mo。他要改他的名字 Mo Money，Mo Money 是他的名字，因为这个钱多的，对，好玩的，对。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你叫你在福林教过的学生为改革一代，你说他们这一代人的信仰是竞争，他们相信奋斗，相信世界是属于奋斗者的。你能解释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这种就是信仰竞争对他们的人生，对他们政治的态度都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如果他们看一代的，他们都说这个80后、90后、00后，他们都是这样把这个 generations 给他们名字的。我觉得在美国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10年不算一代的，我觉得是太短了。我也觉得比较好的是，你可以选一个对他们有影响的历史的事件，比如说在美国，我们有时候把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他们那一代，把他们叫这个最伟大的一代 ，Greatest Generation。对，在第1次世界大战，海明威他们把这个叫 The Lost Generation， 迷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对，比方说90年代，90年代我在福林时候，我很少听人说这个90后、80后那些这个名字的，但是他们有的时候有人用这个迷惘的一代。因为他们这是这个50后的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大跃进，也有文革的，所以对他们的教育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人说这是一个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我觉得这样是比较 expressive， 可以表示他们的这个特色。比如说，你可以说习近平他是50后。对，但是如果你说他是这个迷惘的一代，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因为真的，对你看他的经验呢，这个文革对他的心理、对他的思想肯定影响挺大的，所以我觉得他算这个迷惘的一代，所以我也是这样，我写的时候我也是想管这个问题，因为我用英语的，我不要用这个00后、90后，我觉得我不能表示这样，所以我也是想这个90年代的他们因为他们的父母9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是这个迷惘的一代的。他们是这个大跃进，他们年轻时候大跃进啊，还有这个文革的。所以他们有这个影响，所以实际上我的学生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你可以说没有一个信仰，当然他们没有宗教的，那时候像这个基督教、佛教的、道教的好少，在这个90年代的，但是他们也是他们的父母不太相信这个共产党，因为他们看了有好多政策是错了，他们也是看了好多这个灾害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太爱国主义的，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信仰。我可以说，对我90年代的学生了。当然有一些东西是跟信仰有一点一样的，比如说教育，他们特别重视教育的。当然了，对，你也可以说这个 materialism 这个唯物主义的，你可以说是一种信仰的，也可以说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他们20来岁、30来岁，我觉得是竞争了。因为他们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上工作的时候，找工作有人他们是搬到其他地方找工作，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了。他们特别相信这个竞争是好重要的，要靠自己的，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啊，你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提高自己的教育。你可以找好的工作啊，工作很辛苦啊，你可以提高你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信仰。我觉得是一种信仰，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组织原则，有一个 organizing principle， 对他们的生活很重要的。我觉得。那你觉得这种信仰对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在安排自己人生的时候，做人生选择的时候，你觉得是怎么来指导他们的生活的呢？我觉得他们比较重视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他们我觉得不算太爱国主义的。当然，因为也是政治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的，你可以说，但是也不太感兴趣了。他们觉得，如果你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水平，你需要靠自己的，不能靠政府，不能靠别人的。那你称你川大的学生为习近平一代或者习一代，这是我自己随便翻译的。你为什么这么称呼他们呢？对，我觉得他们不要这个名字，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他们把自己叫00后，因为一般的川大的学生他们是00年或者01年出生的。但是这个00后，我觉得跟其他的一代的这个名字有一些问题。我在英语，所以我用这个Generation Xi，习近平一代，习一代。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看他们的生活，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历史事件，我觉得是国家领导人的，因为不是跟90年代一样的。我们90年代江泽民是这个总书记的，但是他不是跟习近平一样的。因为这个权都不是在他的手里的，也是我们那时候觉得可能他待了两次以后，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来当领导人的。但是习近平是18年改这个宪法，那时候我的学生都是在高中的，他们初中的时候他上总书记的，所以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领导人的。对他们的这个一代，我觉得肯定影响是特别大的。我觉得，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是选这个 Generation Xi 一代的这个名字的。那你觉得习一代他们还信仰竞争吗？对，我觉得这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信仰，我觉得是他们父母的信仰的。
所以你可以说他们是继承了，是 an inheritance， 他们继承这个信仰，但是也是他们的环境，比方说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小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们有补习课的，比如他们上考试，在学校里面的老师是告诉所有的学生他们的班有什么成绩的。对，他们要排名的，对，排名的都知道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个进程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也是特别重视这个高考这也是一个区别。比方说我在福林的时候，我很少听我的学生说关于这个高考的。当然对他们的生活比较重要的，因为他们也是上了大学，农村上大学是不简单的，这个90年代的。但是我们在福林，他们很少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我在江城的时候。我没有学这个高考，就是因为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但是我在川大有好多学生说了关于这个高考，这个经验对他们的心理来说影响太大了。我觉得我也可以看在我自己的小孩，比如说我的女孩的，我有双胞胎，他们可能是4年级的时候会来学校，他告诉我，今天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高考的时候要考这个649分，我们可以上清华大学。他们4年级已经考出来，已经有具体的这个成绩了。我觉得，哎呀，所以你可以看这样的，都是在这学生的这个环境的，我觉得。所以，但是他们还有一部分是讨厌这样的，所以他们说的是关于这个内卷。我在川大19年第一个学期了，这个词我听了好多次，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听，是个新词，连我们都是新学的。就是在英语很难翻译，它的 involution 就是一般的这个美国人也不懂了。但是19年我的学生经常是写 involution 在他们的英语词，或者在我们谈中文的时候，他们都说用内卷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所以他们还有躺平，对他们以后他们说躺平可能是，但是躺平我觉得好多人说了，但是我觉得做了不多，真的。对，实际上年轻人不太会能够躺得平，是吧？我看你在书里面这么写。对，他们怕，如果他们躺平的话，他们找不到机会啊，找不到工作啊，对他们的压力挺大，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大多数是独生子。我在川大的学生90%以上是独生子，所以他们受到这样的从家庭的压力啊，他们受到父母的希望都是在他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还算一个信仰，但是他们累死了，我觉得他们累死了是吧？对，他们觉得这个压力是太大了，我也是同情他们的，我觉得。对，你用这个phlegmatic， 就是我不知道应该翻译成冷淡还是平淡来描述你在川大的学生，你还说他们善于隐瞒自己的情绪，还叫他们老灵魂 old soul。你为什么这么说呢？而且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个也是跟那个福林的学生对比了，可能这也是一个来历的，因为我在福林的时候，我们的学生看起来好年轻啊！我在江城我写的他们有点像小孩的了，但是我那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他们不是小孩了。实际上他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啊，我去福林的时候我27岁，有的学生22、23岁啊。他们的经验是特别复杂的，因为他们也是从农村来的，好穷的地方，也是他们，所以我知道不能说他们是小孩，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刚到城里的，刚到这个大学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这个世界，他们还不太习惯了。但是在川大不是这样，在凤梨他们都是从穷的家庭去那个比较好的工作啊，从农村的到城里啊，从这个未受过的教育了家庭了，他们当上大学生了，所以那些变化太大了。他们有那种 innocence 是吧？就是可以说一种天真的，对，可以说比较天真的。但是这个他们也是。他们的父母不能给他们什么，对，没有任何指导。你在书里面写的，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了，所以他们给他们的劝告
都是不太好的。我老婆 Leslie，对，她写了 Factory Girls， 她也是采访好多这个从到东莞去的流动人口了，打工妹，对她的书啊，她也是写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劝告。100%是错了。比如说，这父母都说啊，你出了城里，你应该找一个好的工作，找一个单位稳定的工作，不要换工作。他们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思想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在东莞，你要换工作，一直都找对，因为每一次。对，你可以加工资，也加责任，你可以提高你的能力啊。所以他们很快，他们第一个教训，我觉得第一个 lesson，第一个教训是不听你的父母，千万不要听。对，我附近学生，他们也是经常告诉我，他们给我写信，就说哈，你90年代，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们什么，他们不懂了，什么不懂了。但是这个川大的学生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城里的人，他们的父母也是跟我的90年代差不多一样的，他们那是他们也是一代的，所以他们懂了这个系统了，所以他们给学生的这个劝告也是，我觉得是大多数是对的，学生也是听他们的父母，他们也比较了解这个系统，我觉得，所以他们也不算理想主义的。在美国，我们经常说年轻人是比较理想主义，他们是不太现实。但是中国的年轻人，我的学生在川大，我觉得他们已经现实了。就我还是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书里面这一部分写的特别好，但是呢，我看完了还是觉得我没法一句话来把这个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么老成。对，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压力的，我觉得他们都是独生子，他们跟父母有的时候是不算平等的，但是不是跟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父母跟小孩的 relationship 关系一样的，我觉得比较平等的。我也是觉得这是系统的原因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系统有好多问题了，但是他们都知道系统也有机会了。所以他们要 compromise 协调了，我觉得。对，因为美国的年轻人那也是可以，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说，那美国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中产阶级的父母更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压力，他们也更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但是为什么好像你的书里面，其实你没有批评美国年轻人，或者你没有对美国年轻人有这种对比，但是我自己这么。就坐在纽约，我就会想，为什么纽约的年轻人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比较，我觉得，但是他们不能代表这个美国的年轻人。比如说，但是美国外面的年轻人也没有那么现实。在科罗拉多州的，我们这儿的年轻人的，他们对他们的压力不是那么大了。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老百姓在一般的地方了，他们上大学不是太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学校，公立的学校，我的小孩是在这个我们小村子在科罗拉多州了，他们的学校就不太重视这个哪一个大学能上哪一个大学，父母也不太重视，他们受到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跟中国不能相比，我觉得完全不能相比。纽约，我知道纽约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城市了，他们我觉得有点像。我川大的学生有的时候关这个压力来说啊，但是还是美国的年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思想，我觉得比较多啊。我觉得在中国比较少，我觉得，但是这是中国的，我觉得中国人是比较现实的，比较 practical。你的学生就是你书里面写的，你的学生他们写的那些好多题目，我都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你可以这学生都出去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方面。他们去采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对，是采访什么女同性恋的酒吧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胆量比较大。他们去了有一些很少人去的地方，也是采访人。因为实际上，如果你是年轻的中国的学生，什么人都是比较公开的，我觉得。对。如果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也是告诉他们，如果你去一个敏感的地方，你可以告诉一个人，我是个川大的学生，我要写文章了，你可以帮助我要采访你。大多数人这个是比较受益的，比较欢迎的，因为他们。尊敬的这个教育了，尊敬的他们知道叫川大是好的大学，所以学生用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对。对。那你在纽约客上关于疫情的报道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中国呢有小粉红攻击你，而另一些人，包括就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专家，认为你把中国从2020年到2021年对于疫情的防控写得过于好，过于重视它有效率的一面，而对于这些防控措施造成的连带伤害和对中国威权政府加大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面不够重视。就我们先不说小粉红的攻击，就你会如何回应后面一种批评？现在回头看，你会坚持当初的报道吗？对，如果我们现在是看这个疫情，可以说在中国这个疫情有3个我觉得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武汉的时候，当然这个政府有好多这个错误了，他们把这个疫情掩盖起来了还有好多人是说假话的，他们也有这个李文亮的事情那些的。所以我第一次写关于这个疫情是第一篇文章是3月30号2020年的，那时候我也是写了关于武汉的事情了，因为他们那儿有一个药剂师，我也是跟他写这个卫星的，我们每天写，他也是告诉我他的这个情况，他特别生气了。他说我们的政府做的这个错误太多了，他这是这个政府的这个责任的。所以在我的文章里面，我写了关于他的，也是写关于这个李文亮的这个事情的。我还是写关于，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个疫情可能对小孩的影响可能挺大的，因为我有一个涪陵的朋友，他们那儿有一个学生自杀了，因为他们在家里上课的学得不好，父母也是批评他，然后他自杀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他那时候可能是比较多但是没有报道的，这个涪陵的自杀也没有报道的。所以在我的文章里面我也是写关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3月30号美国开始有这个疫情，中国已经有2个月，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读者他们应该看中国有什么经验，有什么错误了，所以写得很清楚。但是这个3月份了，中国已经有一些改变了，比如说在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是我们去一个饭馆，第一次跟老婆小孩去饭馆，就是3月8号，就是38的女人节了，这我们第一次去饭馆。那时候成都有3个人死亡了，还有最后的一个病例是2月20号。所以那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效的，和所有的中国人，比方说芳芳在武汉的，他也是批评这个政府好多但是以后他也说我们现在的可能他开始是2月初或者3月份，他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开始比较效了，对，比较效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写的文章。第二次写的文章是8月份了，在8月份我写的，因为那时候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15月份回去学校了，他们那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病人，成都没有一个病例的。我也是开始去采访人，比如说4月份我上飞机去了上海、杭州那时候飞机上都没有一个空位子的但是没有人怕这个病。我也是8月份我去了武汉，我采访好多人，我们都是面采访的，都没有病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记者，这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因为中国是比较有特色，他们的经验比较独特的。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没有其他的人口大的国家了管得那么好，在这个夏天的这个2020年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国家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这个措施了，但是以后有一些有效的政策了，所以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要写文章关于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了，和他们的方法也是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台湾的都是差不多。比如说他们的隔离是比较严的，还有这个 contact tracing 这个接触者追踪。密接追踪，对，他们也是投资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是记者，我应该写关于这个。有一些人他们是批评我，他说你也是给中国的政府面子了。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写真的是什么样的？他们那时候这个对公民的压力很少这不是以后有一些人他们说
何伟说的他是比较支持这个封城的这个情况，但是封城他那时候只有一个地方有封城是武汉的，这个字我们没用了。比方说2月份在成都不算什么封城，我们是每天出去了。对，大多数的人在家里，因为他们怕这个病。但是这个封城是2022年的情况的，所以我是2020年，我不能写关于2022年的，我不能看这个前途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这个批评者，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原因是这些人，他们都是选了一些这个细节的东西啊。比方说有一个汗水家了，他看我第二篇文章了，他批评了好厉害，但是他没说过关于我第一篇文章了。他说我比较怕写关于这个中国的错误，但是我已经写了8000多字关于武汉关于那些，我也是除了武汉，我去武汉我也是采访了芳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什么人对这个，如果你是写关于中国的，都是黑白的。如果你写一个好的东西，不喜欢中国人都特别生气；如果你写一个不好的东西，喜欢中国人都好生气了。他们都是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信息的，然后他们也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以为我是跟一个打篮球的人一样的，因为这个那时候什么汗水家了，记者都不在中国。因为都被开除了，我就来不了啊，都被踢出来了。对，所以就是跟一个球员在球场只有2-3个人，很少。其他的原来的球员，他们都变成这个体育评论员，都变成评论员了。对，他们都是特别吹毛都是在指手画脚。对，他们都是吹毛求疵的，每一个钟你做坏。对，这是第二个阶段，你可以说第二个阶段，他们的政策比较好，但是第3个阶段他们也错了。所以，因为就是到了这个清零是吧？清零政策，疫苗之后 ，Omicron 之后，他们应该改政策了，没有改了。对，这是2022年的。所以，中国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是很独特的，因为有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效果是并不一样的。有2个是特别不好的，但是有一个也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中国的这个系统，如果你看这些阶段了。有一些成功了，但是也有一些失败了，很重要。但是2个都要看，你不能选一个。所以这是全中国的这个经验。对，我觉得，但是这有一些这个黑白的思想的，有一些人他们也是做这样的。对，就是一个威权政府，他肯定就是说，就是第一阶段他隐瞒是吧？隐瞒疫情，这是威权政府的一个特色是吧？他的信息不够透明。第2个阶段呢，就是说中国疫情控制的比较好，是因为他真的是可以调动所有的资源，他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能把这个疫情控制起来。但是到了第3阶段，到了这种清零的这个阶段，他又是这个就是 overreach 是吧？对，就是当然这个威权政府的 overreach， 就是说他确实有几个阶段，我觉得对挺有意思。这最后的一个肯定是习近平的这个责任。如果你有太多的权力是在一个人的手，可能有这样的错误。我觉得以前的这个领导人，他们可能是互相谈一谈关于这样的情况，互相决定，不只是一个人要决定。但是我觉得他错了，所以这个最后一部分，我觉得大多数的这个责任是习近平的。那你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小粉红吧，就说就是你被学生举报，而且在中国互联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你能稍微说一下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想知道，就是你那么喜欢你的学生们，这件事让你难过吗？对，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真的举报啊，因为真的举报是如果学生去这个学院管理，如果他们去管理要举报了，和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这是19年12月份了，但是这是不是在管理，但是在社交媒体的，所以他们有一些学生在这个微博和 Twitter 那些有一些人说，他们的意思是这样，他们说我上课的时候。
我说的一些这个反对中国的政府的这个事情，我也是批评中国的政府，也是批评，我也是告诉学生啊，如果你要看新闻，你应该相信这个国外的新闻啊，这样，所以他们说，在我上课的时候，有一些跟学生打架差不多，吵架，但是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上课都没有这样的交流啊。但是我看那些东西，我知道怎么来的。有一个学生的这个论文，这个学生论文，他的题目是这个政府应该管这个信息了。他说，如果政府是给我们信息，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对了。所以我也是给他一些评语了。我给他评语的时候，我也是写了，但是这不是在上课的时候，这是他给他自己的，这是私人的评语的。我是告诉你，不能说所有的政府是给人这个好的消息还是好的信息的。我说，比方说，所有的国家都是说假话的。我在这儿写的时候，美国的政府也是经常说假话，中国的政府也是说假话，所以你不能这样写，好简单的每一个国家给你的这个信息是对的。他也写了，在一个国家，如果你是反对这个 sovereignty 这是非法主权，对主权是，我说你不能说这样的，因为在美国你可以说我在加州。我要独立的国家了，这是不是非法的？所以你不能写那么简单了。中国的情况不是其他的国家的情况，所以我是写的这些东西，他肯定不高兴了因为我那时候我是评论好多这个论文，所以我想也可能不太深的，我写的比较你就随便一写就好了。对，我写的好直率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举报是从他的论文来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我没有跟他说了，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大学的管理员他们不要麻烦的，就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开始想麻烦，不要说关于这样的，没有人举报，没事儿，我们可以算了吧。但是以后过了1年之后，我也是跟这个学生联系了，我问他关于这个，他那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这是我写的这个评语变成这样的，在微博的，他也是很抱歉。他都不知道是说这个事情和他是有关的，是吧？到了最后，对，我也是相信他，我也是跟他谈比较深的，我谈的比较多。他也说，对我那时候我不太高兴，我也是告诉我的室友啊，还有其他的人。他觉得肯定有一个人听过这个事情，然后写了这个假的东西，我们在教室里有这个吵架的所以这是他的意见，我也相信他的。实际上这个事情，当然那时候我是比较沮丧，因为我比较喜欢我的学生，有这样的事情我很不高兴啊。但是以后我跟他谈的。他谈的跟我交流比较直率的，我们也是谈了关于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太重要了，真的。大多数的我那儿的经验对年轻来说了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是比较尊敬的老师了。他们也是，我觉得你不能说他们是什么狭隘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他们的思想不是这样。小粉红的当然有啊，在中国的，但是这些在网上的比较多啊，跟美国一样的，你知道。但是我觉得在教室里的，我没有这个感觉的。你是觉得你学生里面的这个小粉红并不多？我觉得并不多，对，这可能是川大的特色，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个985大学的，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大学，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大学。但是也有一些学生是选我的课，所以他们可能比较喜欢我写的东西啊。但是还有一些学生没有选我的课，只是叫我在我的课有一些就是你的学生来选你课的学生，可能他本身但是其他的学生我这也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他们这个小粉红不多啊，因为他们我觉得比较了解这个系统了，因为这个小粉红的思想我觉得太狭隘了，太简单了，和我的学生不是那么天真的，我觉得。对，但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些民族主义的这种的思想呢？他们有一些人是经常说民族主义是好的，但是在中国不能做。你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说这样的，我觉得。他们经常说民族主义是好的，对美国对其他的国家肯定是好的，但是我们在中国不行。
在中国不行，在中国不行，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好笨了，你可以骗他们的，有好多人说是这样的，有好多人说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对自己的邻居都没有都没有什么自信。如果我投票可以，但是我不要他们投票。这样的思想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在埃及也有。我在埃及的时候有好多人，他们说：“哎呀，那选票的人，那些人都是老百姓，好笨的，我们不要他们选票。”对对，民主不适合中国。你知道，在美国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们美国你现在可以看，美国老百姓有好多人，我觉得被骗了。但是只是民主，如果你是民主的话，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大多数的川大的学生，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他们说我们要多一点的自由。他们说现在政府管得太严了，不需要了。他说为什么是20年前、10年前自由比较大的人可以写的比较多，我们的有一些记者可以采访，可以写这样的东西，但是现在都没有，他们当然不高兴了。所以他们是这样，他们觉得。我觉得经常说我们不要一个100%的民主的情况了，但是我们也不要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好多年轻人有这个思想了。对，那你就是通过就是你这2代的学生，你觉得就是你川大的学生他们的自由，和你原来在福林的学生他们的自由度，是一个什么样？你觉得他们更多了，现在更多了还更少了呢？我觉得实际上更多了，因为福林的时候他们不能谈恋爱，你知道？对对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你可能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男朋友女朋友，他们都是批评你啊，有罚款，他们管得好严的那时候。比如说我也是问我以前的福林学生，经常是问他们，你现在的自由跟以前的自由怎么相比？他们都说现在好多了，因为如果他们想自由，大多数是我去什么地方，我找什么工作啊，我有什么样的生活啊。他们的自由不是我写什么东西能发表了。我们美国的关于这个自由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但是川大的学生，他们的 expectations 也是不一样的，他们也希望能写东西啊，能发表东西啊。能有中国的报纸能报一些敏感的题目啊，我觉得他们都要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是跟这个以前相比，你可以说他们的希望是大一点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你在书里面写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他们一方面是觉得他们自由没有那么多自由，它可能是和10年前就是习近平之前的中国相比，是吧？在另一方面，你也是很同情他们，你觉得他们没有你在福林一代的那些学生的机会多，是吧？对，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机会是。如果你去找工作，好找的，特别好。我有好多到处都是工作。对，我90年代有好多学生，他们他们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实际上不是太高了，但是他们开始工作，一个提高他们的这个工资了。那时候90年代竞争不是跟现在的竞争一样的，没有内卷的，他那时候。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受到这样的压力啊，他们觉得他们的希望没有以前大。他们也是知道他们的父母的经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福林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的我的学生90年代的，他们的父母不讲故事。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农民的，但是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辛苦的。他们不要告诉小孩关于这个大跃进的。有一些学生他告诉我父亲，我知道他小的时候他有好多这个亲戚人。就都被饿死了，对，对。但是他没有告诉我，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不能说啊，对。但是我川大的学生，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母的故事，这个区别是特别特别大。他们的父母是告诉我我小的时候我是在农村的。90年代，然后我去了城里啊，我找这样的工作。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好穷的，但是找第二个工作，第三个，所以他们特别了解父母的经验了。他们知道他们上一个代的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况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承认现在的这个环境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就是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的女儿彩彩和柔柔，我特别喜欢你写他们上学的那章，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成都实验小学，你在书里面写到他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同学们呢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们也很快学会了中文，学会了解答非常绕人的那些数学题，而且成为了就是老师和家长口中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要戴红领巾上政治课。你能说一下你和你太太 Leslie 当时为什么想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吗？然后你怎么跟他们解释政治课上的这种反美情绪，这个中国的南海的那个领海主权问题，还有各种的宣传洗脑的教育内容？他们是在成都实验小学的，所以他们开始说是3年级的，他们在那儿读了2年的书啊。对，他们的经验特别好啊，但是你说的是对，他们也是上课的时候也是带了红领巾的，也是当这个少先队员了，他们是参加这个少先队员。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保护的，因为如果他们以后在美国长大的时候，如果他们是竞选的公职，他们是不了，我觉得，因为如果他们是当候选人，肯定有其他人说，这个人他小的时候他是少先队员，他肯定是共产主义的，所以我可以保护他们，不要在政府工作。我就说是开玩笑，就是一种保护，因为你以前是少先队员，你不能当美国的总统，就是好了，你不能当美国的这个代表人，你可以走其他的你可以走其他的一路，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如果他们是接触其他的想法，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我不太怕的反对的这个想法。比方说，我们在这儿也是一样，我们在科罗拉多州，我们就在一个比较少的地方，在这儿也有好多比较保守的人。我觉得跟我们一样的人很少啊。很少有就很红的那种的一些人，是吧？我们这儿的 district 是比较红，共和党比较强的。但是我觉得有意思，我觉得你应该了解其他的人的思想。我也是告诉我的小孩一样，我说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有好多你们上课的，比如说如果他们说关于美国的话，是这个西沙群岛啊那些东西，可能我们不太同意了。但是这个无所谓，你可以听他们说啊。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自己决定了。但是我是告诉他们，我们这儿可以说是客人的，所以你不要开始麻烦的。比如说在学校，你不要反对这个老师了。我觉得如果他说什么，你不需要说你说错了，在美国做的这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听，你可以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看新的其他的想法，我是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好的。我觉得。你不怕他们被洗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吗？我觉得太晚了，因为他们去中国之前，他们已经读了1984年这个小说，也就是这个奥维尔，动物庄园，他们都已经读过了。他们也是经常说，这是跟奥尔一样的，跟动物这样。对，所以他们我觉得不能洗的，因为你也可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样的宣传是特别不微妙的。他们是太直接说什么东西，我的小孩不相信了，所以我们不怕这个洗脑的问题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关于政治的，他们把这个课叫品德，你叫品德课，对，品德课，思想品德课，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品德课你不需要重视的，不重要的。在品德课，或者是我的彩彩若他们看其他的同学，他们是做其他的作业，在品德课的时候不听这个老师说话，他们做这个数学的作业，所以若和彩彩是做一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的小孩都没有成功，但是有成功的是这个竞争力。比如说我们这个考试之后，老师说你考得好，你考得不好啊，对孩子的对我的孩子是影响比较大，他们容易受到这个竞争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觉得对宣传不是太好了，但是对这个竞争的环境，我觉得比较了解了。他们知道如果人有这样的竞争力啊，他们可以重视学习。工作啊，不重视政治的。我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们知道政治的东西不重要的，不需要看，必须要重视。但是
如果要读好的，要上这个清华大学，这很重要，你需要这个649分的。对，所以我的川大的学生也是经常告诉我，哪个成绩你可以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你可以上这个数学系的这样的，你需要考上华西，对，华西医科大学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你在后记里面写，你现在他们还每周是有一天一个下午还是一个上午，还会有中国的老师给他们补习数学课，还是早天7点钟啊，他们夏天也有，可能每个星期2-3次，差不多2次，就他们还在用这个中国的语言课的语言书。真的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要他们忘掉他们的中文的，对他们很重要，他们也比较喜欢的，真的，我们不需要给他们压力，他们自己要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喜欢这个语言了，他们不要忘掉了，对。所以那他们还做数学课干什么？那数学题我看着你，他们这儿做了2年的数学，但是像去年我们觉得已经太多了，因为数学太难了。他们秋天要上高中的，所以高中的时候他们不要上这个中国的这个数学，但是还讲中国的这个语文课的。哦，天哪，真的。对，因为他们喜欢的，我们比较喜欢中国的教育。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当然有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些好的，我觉得你在美国你可能知道，我觉得美国不太重视这个教育的，我觉得不够了，特别是美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他们都重视了。对，我说在美国的老百姓，在我们这里，他们都重视这个体育的，体育是很重要的。对，你就写着你女儿一回来，他们就是什么出去 camping 去野营3天什么什么之类，在中国怎么可能？他们现在也有这个美国特色，他们是在篮球队的，他们也是长跑队的，他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特别是这个长跑是他们最喜欢的体育。所以我们也有好多这个美国特色，比如说他们现在不在家里，因为他们是在工作，他们10岁。但是他们已经有工作，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对，他们在咖啡厅工作，因为我也觉得这是好，对他们的发展特别好的，因为他们需要跟其他的人交流啊，对这种 social skills 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这种社交能力，所以这样的美国的这个特色，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我小的时候也有工作，这个对我了解社会是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你想让他们有两边好的都有，真的是这样，对，所以我们我们觉得中国有一些好的，美国也有一些好的，两个都有一些不好的，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好的，所以他们还在学习中文的，对，他们也喜欢这个语言，也是因为他们的姥姥也是说汉语的，所以如果我们跟他一起，他们都是说中文的。和如果我们这儿，如果我们要谈一谈，不要这个旁边的人听得懂，我们可以用中文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好用的。川大让你教动物庄园这本书，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让你教这本书呢？实际上这不是我选的，这挺有意思的。我知道他们不是，就是很魔幻嘛。对，是他们选的这个奥威尔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因为他的语言是比较简单，比较好读的，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的。因为我那儿的学院也是一个美国和中国的合作的，所以也有一些美国的老师，匹兹堡大学和川大合作的。有一个美国的老师他也是选了这本书，但是这个大学也是同意了，所以因为没有人反对。但是你可以看中国的大学，看读这个奥威尔的课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不算敏感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我在我的书我写的就在成都最大的书店了，你进去的话有一个好大的一个桌子，都是习近平的书啊，比如说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所有的地方都有一本书，习近平在宁德的那些的，好多几本，但是你可以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桌子，就都是奥尔维的，奥威尔的。你觉得是故意的吗？我也不知道，什么都有。其实我这样的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在那儿有一些读者，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有这个奥威尔跟习近平的旁边了，他们肯定有什么意思。那你给学生布置作业，要他们写动物庄园里和自己最像的角色，你能说一下就是第一和第二多被提到的角色吗？我当时看着我都快笑死了。然后你怎么看这些学生的自我认知呢？对，我觉得最多的是一个叫 Benjamin 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驴子，一头驴，一头驴，对。
因为和 Benjamin 的特色是这样，因为他知道这个动物庄园都是假的，他知道都是错的，领导人都是坏的，但是他不要说话，他不要说话，他不要做什么东西，他要保护自己的。我有好多学生，他们写的事情就是我是跟 Benjamin 一样的。如果我知道一个东西是错的，我不要说话。有一个学生他写了祸从口出了。对，你应该不应该说，所以对，所以也有一个人说 Benjamin 是一个他胆量比较少，我的胆量也比较少。对，他说我是个懦夫他说Benjamin 是个懦夫，我也是个懦夫，这样子的，对。和第二个角色的是叫 Boxer 是一个马。一匹马，对，一匹马，这个马他工作好辛苦，特别勤奋，特别勤奋，对，但是也特别傻，特别傻，对，他特别崇拜这个领导人，但是然后拿破仑，对，拿破仑，对，但是然后这个 Boxer 好累了他们把他杀死了，卖他的这个尸体了，把他卖掉了，对，卖掉了这个，所以我也有一些学生，他们说我没有独立的思想。如果一个领导人告诉我什么，我做什么。对，所以你怎么看他们这种自我认知呢？就是挺悲哀的，我觉得。他写的我就听话，人说我听话，但是我能被洗脑了。但是我觉得好悲伤的，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美国当老师的，所以如果你是给一些美国的学生这样，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这个英雄的。如果你看美国，你可以选哪一个角色，他们当然觉得我可能是反对拿破仑，我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的，因为美国是比较我觉得这个个人主义的这个传统的思想了，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的。中国的思想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也是系统的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学生他们年轻的，但是已经了解必须妥协了。必须 compromise 妥协了，他们知道我有自己的思想，我可能知道这个系统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反对的话，我没有什么机会啊，我可能碰到好多这个问题了，所以我需要听话，我不能说，我不能反对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也是同情他们的。因为这个系统也是，如果你开始反对的话，你肯定有问题的。对，就是你在书里面也就是说了嘛，你接触的习近平一代对于中国的制度没有过多的幻想，这和你90年代的经历就是非常不同。同时呢，你也写到，就说年轻一代也过于麻木，过于想成功，而看不到这个 big picture， 就是全景，或者看不到重点。我不知道，就说比如说你后来看到，就是在白纸运动，还有去年的上海万圣节，还有一些别的，就说年轻人的抗争，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用脚投票，你还是这个观点吗？就说年轻人他们是比较麻木的，没有过多幻想的。或者是不觉得自己其实我觉得你里面写的特别好，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来改变中国？对，但是他刚刚比方说这个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他把一个牌子放在这个反对的这个政府在校园里面的，很有胆量，也是跟这个白纸一样，对，在传达也有这个，所以也有一些学生是做这样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做这样的事情是特别特别难的。这个也是对我在埃及的这个经验也有关系的，因为在埃及的时候，我们那是这个阿拉伯之春的时候，我是2011年到2016年的，我看这个他们那儿有一个革命的，也看着有好多年轻人去游行的，和他们我第一年我采访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可能是初中的，和他没有上课，他去了游行了，在游行他被这个鸟蛋击中了。在他的腿，不是太严重，但是有一个小东西。我说你怎么告诉你的父母？他说我告诉他们我是踢足球的，受伤了。我那时候我想的，中国的父母如果他们听他的孩子是踢足球，他们也不高兴，他们也生气了。对呀，因为他说你为什么踢足球？应该学习了。所以我在中国的，但是埃及的你可以看
有一个问题可能是这个人口的统计了。比方说埃及的，我们那时候对他们的人口来说，50%以上是25岁以下，对，非常年轻，好年轻了。和那些人的教育不好，工作的机会不好啊，都是大的家庭了。你看中国的不是这样的，中国年轻人少啊，越来越少啊。因为计划生育的影响，计划生育，对，大多数是独生子，他们对他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也是教育好啊，工作的机会现在越来越不好，但是还有啊，当然比埃及好啊，所以你可以看这样你开始一个革命是不简单的，开始要改一个系统是特别难的。和埃及的系统也是好肉的，真的是好肉的。但是他们还改不了，还改不了。那么多年轻人，那么不高兴的年轻人，系统那么肉的，还没有成功了。所以你可以看，在中国要改这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现在是好老的，好多年的。比方说，你可以看习近平，他也是解放之后出生的，对，其他的系统他也不知道，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好多中国人都比较习惯，他们觉得这样的系统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改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大的一个事情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对中国的这个前途来说，对现在不是太乐观的，但是可能以后可能不知道多少年，但是几年之后，我可能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人当然有能力啊。也比较他们了解这个系统了，这可能是个好的东西啊。但是现在是比较难过的。你觉得他们了解这个系统是比较好的东西？什么意思？是好的，也有好的，有不好的，当然两个方面都有啊。因为不好的是他们了解，他们说我不能反对。他们知道这个系统太强大了，可以就是把它就灭掉了。对，我90年代，他们那时候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这个系统，他们不知道中国有什么错误的。比如说，他们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学生是知道在89年发生什么事情的。我那时候，对，他们读的这个外面的东西很少，但是我在川大的学生，大多数是用 VPN，你要看，他可以看外面的，对他们翻墙的比较多啊，对，所以这是我肯定是好的，我也觉得教育越来越好也是好的，我觉得人的前途也是好的，但是这个时间的，我觉得是比较难过的。我也是同情他们的。对，你在书的最前面写到，你说对于一个重返中国的教师来说，这是一个谜。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经历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而政治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呢？就你找到了这个谜底，找到答案了吗？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外国人来说，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能改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因为他们改了这个教育，改了这个生活水平啊，工作的情况啊，当然有能力啊，为什么没有改了这个政治？但是我觉得比方说我是90年代的学生，如果我现在跟他们谈，他们说我们需要这个稳定的政治。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政治，没有其他的机会，这可能是他们的思想啊。我觉得两个思想，我觉得都有道理的，我觉得都有逻辑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外国人，你说中国为什么没有改了？但是中国人也说我们已经改了好多啊，我们不能改其他的。他们也是他们。对，对，所以，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不是跟苏联一样的，不是跟其他的国家一样的。有那么多人的这个，因为我在福林的时候，在全中国的人口可能8%能上大学的，很少。那个年代，你知道上大学是特别难过的，但是现在是50%以上，这个变化是好大的。受到教育的人挺多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以后这个有什么长期的影响呢。所以我比较对这个变化来说，我可能是比较乐观了。但是我知道是难过的，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在埃及我也是看到了，好难的，要很难的是吧？对，特别难的。要改一个这个政府，要这个
这个政府让一个政府下台，新的政府能够进来，然后还是一个更好的政府，这种的事情其实是挺难的。对，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我们现在的政治的情况也是好糟糕的。我们也有好多年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发表东西啊，公开的这个资料啊，对，公开的辩论了，但是现在还在这样，所以对。也是比较难的，对。那你我最后问一下那个中美关系吧，就是你在成都教书期间，正值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你服务过的和平队被撤回，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关闭，大多数美国记者被驱赶，就是这种事实上的脱钩，就是你的学生们他们是怎么看的？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对，这个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是比较鼓励的，也是好多这个美国的记者被开除了，我觉得好糟糕的。也是和平队离开之后，我也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错误，他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但是我的学生呢，也有一些他们说我的父母反对我去美国了。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好啊，我们怕有台湾的战争或者这样的。但是大多数还要，如果他们以前要去美国读书啊，还要去。现在有不少的我传达的学生来了，很多来的，对，所以这个变化不是那么的，很少有美国去中国的学生，那是少多了。现在是几百人，600-700啊，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了解中国的这影响肯定是很大的。所以但是中国的学生还是去美国了，我觉得，所以他们的但是去美国的学生，我也跟他们联系比较多，有一些他们要认学，你知道，他们不要回去中国，有一些已经决定了，还有一些他们是想一想过这样的，因为他们怕在中国没有机会啊。怕中国的这个情况，最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经济的，他们也是重视这个经济了。政治的问题有啊，但是最重要是经济的。对你个人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比如说对你这本书的报道有影响吗？还有就是就是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川大的年轻人以及其他的这个中国人和2000年代你在中国做报道时相比，他们对你的开放程度有没有变低呢？实际上我那时候我感觉是比较鼓励的，因为我的这个外国记者的朋友都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国人大多数都走了。在成都的时候，2020年、21年的那时候外国人好少啊。但是我报道的时候，我报道的问题比较少，实际上。但是这个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在中国读我的书的人比较多所以比如说我去武汉，我采访的人有不少的已经读过我的书，读过我的文章了，所以这是比以前不一样的。所以真的他们是比较公开的。比如说我2020年8月份去武汉了，我采访好多人的，他们特别公开的，他们也是说的是特别直率的。挺有意思，我觉得，所以实际上报道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也是不能办一个记者证，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你知道，现在如果是美国的公民，你要住在中国当一个记者，办这个记者证现在是差不多是办不了，或者要时间太长了。你知道，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问题挺大的。对我现在来说，在中国工作没有希望，我觉得。因为你觉得你不可能回中国去？有2个原因的。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想，可能我们在美国要待1年，然后回去了。但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可以看他们那儿的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不能回去了，然后也是不能办这个记者证，也不能我也觉得在大学工作，在现在的环境写东西，我觉得是太敏感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小孩是上高中的，对，所以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19年，我们那时候是准备要在中国要待5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们知道5年之后孩子可以上美国的高中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待了，我们在中国待了2年，然后在美国3年，所以现在他们要上高中，所以不要回去。我觉得他们在这儿上高中是比较好的。在中国的话，他们我觉得不要上这个高考，当然是就没有什么必要的。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挺厉害的嘛，就是学习成绩挺好的。他们学习比较好，但是这是浪费时间。如果你要准备这个高考，他们可以上美国的大学比较好。就是他没有什么必要，也是在这。如果我们回去中国有一个这个外籍学校了，这样。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相信你也有很多，比如说川大的学生，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上研究生了，他们可能会问你说，我要不要回去？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安排我的生活？问你的建议，你一般会怎么回答他们呢？实际上问我的不是很多，他们经常是谈的，但是他们有时候是问我哪一个大学或者这个大学你觉得是好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要选一个这个当研究生的哪一个大学，他们也是问我关于这个。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美国或者在国外或者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了，他们问我比较少，我觉得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给这样的年轻人劝告，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不太懂他们的受到的压力了，特别是家庭的压力啊。因为经常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在国外的，他们的父母没有其他的孩子，对，他们的父母是在中国，可能是太孤孤单单的，他们经常有这个思想。我有3个姐妹了，所以我不是个独生子。如果去看我的父母，他们不是太远了，我们可以上飞机去了，简单的不需要去其他的国家了。所以这样的，我觉得给他这个劝告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其实我一直都这么多年来，我读你那么多书，我特别想问的问题，你也很能看到中国人的长处，当然你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弱点。就是你觉得中国人这么的勤奋，这么愿意去奋斗，是吧？但是中国人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样一个政府，然后很多时候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就值得拥有 deserve freedom， 是吧？就是值得拥有这个自由。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中国人这种态度，还有就是说你在很多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觉得可惜吗？还是你觉得这个就是无所谓的呢？对我自己来说，当然如果是在中国的这个系统，我觉得我可能是跟他们一样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环境，我觉得从小的时候都习惯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说现在中国人说好，这个政府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经济的机会啊，但是他们不给我们的自由，没问题，我们可以作为我们有一个 deal 啊。但是实际上以前2个都没有，对，经济不好也没有自由啊。所以如果因为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说好，我们现在有经济的机会，有生活水平好一点了，这是以前没有的东西啊。如果没有自由，我们以前也没有啊。所以觉得他们都太习惯了，我觉得这样。那现在呢？现在就是经济也开始不好了，然后自由也越来越少了。对，如果这个经济的问题是很大的，我觉得肯定以后有一些压力的。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的，如果他们的这个找工作的是过得不好，他们可能不高兴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经济是那么不好，我觉得我们还要说，他们工作是还勤劳的，我觉得。是很勤劳啊，但是现在这个勤劳的这个回报越来越少。对，但是他们太能吃苦了，有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太能吃苦了。所以如果情况越来越不好，他们工作越来越多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对，但是对我真的觉得你这书里面就是写中国人对有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命运。当然有能力，我觉得当然有这个能力，但是要的东西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要的是什么意思呢？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有能力的，他们能改，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我觉得现在他们也工作那么勤劳，他们当然能改这个系统。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希望的，不管他们有什么能力，都不能做，你知道？你需要有自己的希望。
你需要有自己的这个自信了，说好，我可以改这个系统，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情况。那你觉得这种希望和自信可以来自哪里呢？现在我觉得是比较难说了。我希望可能是从教育来的，但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有20、30年的教育水平提高那么多，还没有这样的改变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国家是跟中国一样的。对，是，所以这不能跟苏联相比啊，不能跟这个日本相比。我觉得是比较独特的情况，特别是这个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人越来越去国家比较多，他们比如说出去旅游比较多啊。在国外的经验越来越多啊，但是还是一个独裁者的这个情况啊，这是比较独特的。我也不知道以后有什么改变，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一个领导人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开了，谁要来了，这是比较危险的情况。你看埃及的这个他们的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的最大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原因的。对，穆巴拉克他那时候80多岁啊，他没说他什么时候要退休了，没说谁要来了。对，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人紧张了。你可以看美国也是这样，总统好老了，对，总统好老了，对，真的上周那个辩论，对呀，可能以后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习近平还是比较年轻，71岁、72岁左右，71岁，对，71岁，对，所以甚至不算太老了。但是以后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人不知道。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现在的学生，过了5年之后，他们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他们领导人76、77岁了，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退休了，还不知道有什么人来了，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很危险了。因为中国以前的系统是比较聪明的，我觉得每一个领导人10年之后退休了，对，和新一个这个领导人不要把他放在监狱里面的，所以他知道这个系统是有成功了。但是改了，我觉得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看一看，对，肯定以后可能我觉得肯定有问题了。对，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我不知道，如果有够了，可能有2个，一个是现在我读一个小说，一本小说叫《The Sympathizer》，这是一本小说，就是这个作者是 Viet Thanh Nguyen， 他是越南的，美国的，他来历是越南的，写的特别好，特别好的，就是这本小说挺不错。最近我也是读了一个关于这个 Orwell， 关于奥尔尔的，奥威尔的，他是写的有一个作者叫 Paul Theroux， 他写一本小说关于 Orwell 在 Burma， 在缅甸。年轻的时候怎么拼？他的这个名字叫Burma Sahib。Burma Sahib，因为你知道 Orwell 他年轻的时候，对，他写 Burmese Days， 对，他当警察的这个工作可能是好辛苦，也是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小说啊。关于 Orwell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这个 Orwell 我也是在传达，我想他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课学生我也有好多人是说关于他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对，所以挺有意思。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你还会写关于中国的书吗？不是现在的，但是可能希望可能以后，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下一本书可能是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了。但是我有一个意见，可能是写的，可能是在这儿的，在美国了。我下一本书，但是可能以后可能，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可以去中国当记者，但是这可能是5年之后这样的时间了，5、6年之后。你觉得5、6年就可以了吗？
不知道，这个实际上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的，真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寒学家，我说了，你知道，我不是你也去了埃及，也写了埃及的书，我是个作家了，所以这是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工作啊。如果可以去中国，当然是好。我觉得中国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写关于他们那儿的是不是比较重要、比较丰富的。但是如果不可能的话，无所谓，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那 Other Rivers 会翻译成中文版吗？如果是中文版，你觉得这个中文名字应该是台湾？当然在大陆不行，当然在大陆不行。对，我以前的书，我觉得如果他们是现在写的话，也不能在中国的。对，因为他们就是10多年以前翻译了，他们那时候的环境不一样的。但是台湾的出版社还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翻译，我希望可能有翻译了。那 Other Rivers 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其他的河流？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是从 Steinbeck 来的。John Steinbeck，他有一本书叫《East of Eden》。他有一本书叫《East of Eden》，他以前把这本书叫《Other Rivers》，但是然后他是改他的思想，变成这个名字到这个《East of Eden》。所以，但是我看了，我觉得Other Rivers》这我可以用这个 Steinbeck 垃圾的，就是他扔掉了，他不用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书名叫《Other Rivers》，然后副标题叫《A Chinese Education》，中国教育。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自己的一个 A Chinese Education 还是什么意思？这是我自己的，也是我的小孩，也是我的学生的，也是我以前的学生了。我们因为这个教育对这本书也是很重要，你知道了。因为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现在大多数是当老师的，对，所以这是他们的观点了。我现在的学生当然是在大学里的，我的小孩也是在小学了。我也是当老师的，所以中国的教育对我的经验来说，对这本书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也觉得中国的教育很重要，对，是，就如果你看中国的文化，这很重要的一个特色的。对呀，你学生对高考的态度也都挺有意思的，那书里面写的真的是这些，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他们给我了解这样的系统是好多啊，对，因为我们也经常是谈关于这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实际上我那儿的经验是特别好的，我觉得我也对我们那儿2年的时间，当然是有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也觉得好有意思的，也是学生对我好。我的同学对我好，我以前的学生也是对我好，所以也是在学校了，在这个小学了。他们那时候有一些小孩开始批评我的孩子，比如说是打到美国，但是有时候这样打到，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特别糟糕的，和他们那儿的这个管理员还有他们的老师了，也是保护我的小孩了。对，他们对他们特别特别好啊，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也是比较尊敬他们的。对，好，谢谢何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